大多数人拉伸多年，仍然每天早晨醒来时感到僵硬，那是因为紧绷的肌肉通常不需要更多拉伸，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控制力。这个10分钟的训练，利用体重和墙面，帮助身体重建对关节的信任。我将带你完成增强力量的8个动作，而拉伸只是暂时进入活动范围。你可以现在就测试一下，10分钟内就能感受到不同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先做个快速测试，试着触摸你的脚趾，把双臂举过头顶，下蹲，左右旋转脊柱，注意身体哪里感到卡住。你将在10分钟后重新测试所有这些。第一个动作是站立猫牛式，或者如果你喜欢更酷的名字，可以叫脊柱波动。双脚大致与肩同宽站立，膝盖微微弯曲。开始时像猫一样弓起脊柱，收下巴并内收尾骨，然后慢慢反向回来，弓起你的背部，轻轻地抬头，让臀部略微向后移动。你没有在勉强自己，只是在让你的脊椎知道它还能向2个方向移动。想象水像流过水管，而不是被机器弯曲的铁棒。如果你背部的某个部位感觉卡住了，那正是多年前就停止活动的部位。缓慢而温柔的波浪提醒它，运动是安全的。保持膝盖微曲。如果感觉到尖锐疼痛，请停止并减小动作范围。这讲究的不是深度，而是动作流畅均匀。这样持续做大约60秒。别着急，脊柱会慢慢苏醒，尤其是整天坐在椅子上弯腰的时候。当你的脊柱感觉更灵活一些时，找到一面墙，把背部贴在墙上，头和臀部也要贴近墙面。你需要向外迈6英寸，以便有足够空间滑动。将你的肘部弯曲成90度角，抬起双臂呈 W 型，手背尽可能贴住墙壁。现在慢慢地沿着墙壁滑动手臂，形成一个 Y 字形，然后再滑下来，回到 W 字形。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大多数人很难保持下背部贴着墙面不拱起。如果你的肋骨前挺，说明你的肩膀没有用力，你的下背部在偷懒，肋骨往下收紧，核心轻轻用力。如果你无法把头顶住墙，别强求，使用门框或椅子作为部分支撑，在合适的范围内进行锻炼。这个动作活动胸部、肩膀和上背部，但这是大多数人忽视的部分。它不是靠猛拉肌肉来打开的，肩胛骨周围肌肉在运动中发挥作用，实现真正的打开。这就是主动控制，不是被动挂着。保持正常呼吸，动作缓慢，继续进行大约60秒。如果你的手臂开始感到灼烧，那是个好兆头，这意味着刚刚僵硬的肌肉正在重新活动起来。现在我们要介绍让40多岁的人最害怕的动作——深蹲这个动作。但是别担心，我们可不是要摆出什么 CrossFit 比赛的姿势。我们慢慢蹲下并保持姿势，借助支撑让身体感觉更安心。站在一个门框、一把结实的椅子或一个厨房台面前，双脚与肩同宽或稍宽，脚趾稍微向外张开。现在坐直，坐在脚跟之间，尽量蹲下，不要让脚跟离地。如果你的脚跟抬起，说明你的脚踝很紧，这是完全正常的。扶着支撑物，保持原地不动。一旦你处于底部位置，把肘部放在膝盖内侧，轻轻地向外按压，这就是撬开的动作。你并不是用力把膝盖撑开，你正在用一点稳定的压力让你的臀部打开。尽量保持脊柱伸展，向前看，不要向下看，缓慢而均匀的呼吸。膝盖或下背部剧烈疼痛时，抬高并支撑。深度不是目标，目标是让你的臀部、脚踝和下背部记住这个动作。保持这个姿势约90秒，可以随意左右转移体重或轻轻摇晃身体，这才是关键的区别。你的身体正在学会用力量掌控这个姿势，而不是依赖重力。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拉伸的动作，确实有其原因。它同时锻炼到你的臀部、腿后肌、髋屈肌、脊柱和肩膀。从一个动作中获得这么多好处，这正是我们在10分钟锻炼中想要的。如果你今天只做一个锻炼，那这个就最好了。向前迈步进入深弓步，把与你前脚同侧的手放在地面上，如果地面太远，可以放在瑜伽砖或椅子上。保持你的后腿伸直，感受髋部前侧的拉伸。现在将另一只手举直向上，向前腿方向旋转上半身。你的眼睛要跟着你的手看。如果你在不弯背的情况下够不到地面，可以把手放在椅子或砖块上。高度无关紧要，关键是旋转要来自背部中间，不仅仅是你的肩膀在晃动。这里动作要慢一点，每次重复动作应持续大约5秒。向前迈步，伸手并旋转，然后后退，换另一侧。
持续交替动作大约90秒。这个动作把我们刚刚单独活动开的部分连接起来，你的脊柱、臀部、肩膀和脚踝都得互相沟通，才能让这个动作奏效。当它们开始重新协调时，僵硬感就会消失。凝聚全身协调运动，而非紧拉扯肌肉。接下来是一个动作，它区分了看起来灵活的人和真正掌控自己臀部的人。90髋关节切换动作。坐在地上，双腿各弯成90度。你的前腿应该保持外旋，腿部向外转动，即膝盖朝外，脚跟朝后。你的后腿应该做内旋，也就是说膝盖朝前，脚跟朝身后外侧。仅凭这个姿势，很多人多年未曾真正感受到自己的髋部。但我们可不只是坐着呢。你需要抬起双膝，旋转髋部通过空中，并在另一侧以相同姿势落地，不要借助手部。如果你需要用手扶住保持平衡，就用手。你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力量，主动地把臀部从一个位置切换到另一个位置。在转换动作时，保持脊柱挺直，不要为了让动作更容易而向前弯曲。可以减小动作幅度，以便于在保持背部平坦的同时进行转换。抬起几英寸，旋转，然后放下。小而受控胜过大而马虎，毫无例外。每侧交替进行约90秒。在这里，你会真正感受到被动柔韧性和主动控制之间的差异。拉伸就是让你保持一个姿势不动，这个动作或是你自己主动摆出这个姿势。到现在为止，你的臀部又开放又在交流。如果你的臀大肌还没醒，髋部打开也没有意义。大多数感觉下背部僵硬的人，实际上那里并不紧绷，臀肌未激活导致下背部负担过重，造成疲劳与酸痛。仰卧，双膝弯曲，双脚平放在地面上，约与臀部同宽。双臂放在身体两侧。现在收紧臀肌，抬起臀部离开地面，不要通过拱起下背部来抬高身体，高度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感觉到你的臀大肌在用力。如果主要感到或绳肌或下背部，说明臀部肌肉没有充分参与。下沉，调整，再试一次。想着用脚跟发力，同时加紧臀肌，那很粗糙但有效。保持在最高点大约60秒，总时间可以分几次完成。正常呼吸，保持放松。如果坚持那么久太难，就做每次10到15秒的短暂停留，中间休息一下。臀肌对髋部健康至关重要，只有它们活动时，下背部才能真正放松。这时紧绷开始放松。现在臀大肌已经开始发力，我们需要教导你的核心保持身体稳定，否则所有这些新的活动范围都得不到任何保护。死虫式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却是最考验人的练习之一。仰卧，双臂伸直朝向天花板，双膝弯曲成90度，就像静躺的死虫姿势一样。现在慢慢将一只手臂向头部后方靠近地面放低，同时将对侧的腿向你前方的地面伸直，两者同时以相同速度移动。关键部分是始终保持下背部紧压地面。如果你的背部拱起并形成空隙，就是动作太大了，幅度小一点，这里动作越小越好。这能让你的深层核心在手臂和腿部活动时稳定脊柱。在生活中，走路、伸手或弯腰时都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如果你的核心肌群在地面上都做不到，那你提着杂货或爬楼梯时，我肯定也做不到。持续进行约60秒，左右两侧缓慢交替进行，注重控制，不要追求速度。你的身体密切关注着，一旦确认脊柱稳定，就会停止紧绷臀部和腿后侧肌肉，以保护你。僵硬就这样开始松开了。最后一个动作将一切连接起来，这说明你的身体正在再次学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运动。从深蹲姿势开始，保持脚跟不离地，尽量蹲到能达到的最低位置。现在把双手放在前面的地板上，然后做回一个像坐着的姿势，脚跟仍踩在地上。你的膝盖会深深弯曲，臀部将置于双脚之间，这就是熊坐姿势。从这里开始来回摆动，回到蹲姿。然后如果你可以，尽量不用手站起来。如果不借助双手站立太困难，可以用椅子或墙壁来支撑，那完全没问题。你要慢慢的在这些姿势之间流畅转换，感受臀部、腿后肌、脚踝和脊柱的协同发力。慢慢来，把它想象成你用身体在拼凑的拼图。这不是一场你要赶着完成的锻炼，花大约90秒时间来回移动。需要时用手，能放下时就放手吧。做完这个动作后，你的身体已经移动到了很多人多年没动过的姿势，而你是通过有意识的控制完成的，而不是勉强拉伸。现在再次测试一下，
再次摸一下脚趾，双臂举过头顶，蹲下，然后旋转脊柱。大多数人会立刻感受到明显的不同，这不是魔法。掌控活动范围时，情况会发生变化。如果你仅用10分钟就感受到了变化，你可能会想，为什么多年的拉伸一直没效果？其实答案比大多数健身杂志愿意承认的要简单。被动拉伸虽能暂时增加活动范围，但不能让神经系统相信新的范围是安全的。所以一旦你停止，你的身体又紧绷了，就像打开了一扇门，却从未走进去。门刚刚又锁上了。主动移动的原理不同，因为它将活动范围与力量、控制力和稳定性结合在一起。当你靠自己的力量移动并保持在一个位置时，你的神经系统会留意，它感知到支撑关节的肌肉，并停止用僵硬来保护姿势。研究表明，抗阻训练在改善活动范围方面的效果与拉伸训练相当。力量训练能改善柔韧性，并提供拉伸无法提供的稳定性。对于久坐不动的人来说，这些进步可能会更显著。还有一点是大多数人忽视的，很多人肌肉紧张程度并不像想象的那样。当关键肌肉活动不足时，身体只能通过使周围所有部位僵硬来创造稳定性。这种僵硬本身并不是问题，而是肌肉不再发挥作用的一个症状。这个训练直接作用于那些僵硬的部位，这就是紧绷感才会放松的原因。你不需要更多的拉伸，你需要的是能够记住如何运作的肌肉，这就是重点。你不需要花上1万小时去拉伸，你需要花10分钟教你的身体控制自身的活动范围，